我去，这造型可以啊！交世间知己，有网络拖好，记魔安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教记。我这款 CCS Toys 的魔神凯撒 SKL 呢，也已经到手了。开箱之后呢，就迫不及待的开始把玩了。这次的包装呢，说实话是真的大。中间呢，我落了一个冈巴斯塔没有入手，所以不知道内衣做的外包装尺寸。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尺寸，应该除了盖塔，就属这台魔神凯撒 SKL 了吧？锋绘依然是 CCS 家的一贯的线管牛皮纸。图案方面呢，好像摒弃了之前强硬对比的那种素描方式，回归了早期的纯线稿。打开以后呢，也依然是 CCS 家的味道，彩色锋绘加素描图。里边的塑料零件呢，这次给的是真的多，并且翅膀这一版明显能感觉到其重量，塑封都支持不住了。魔神凯撒 SKL 说实话呢，是我看过的第一部魔神作品，除此之外也就只是在激战里边常用这个系列的机体罢了。知道它是日本机器人动画的开山鼻祖，也知道游戏里面攻击防御高，闪避弱，别的呢基本上就是小白了。而这第一部看的魔神 SKL 动画呢，竟然也不是正统，不是以兜甲儿为主角的作品。不过这部作品看的时间也确实太长了，得7、8年前了。除了能记住胸部装甲可以变成枪以外，很多情节都记不住了。因此后边呢有什么口误，还请同好们多多担待。把所有东西都拆出来以后呢，我觉得我认识的那个买配件送本体的 CCS Toys 又回来了。要知道上一座最终浩基所给出的配件量和可玩性这一块明显不如前面的历代作品，而且价格也不算便宜。这次的这一桌子呢，估计够我摆弄上好一阵子的了。还是一惯例呢，我们把该装的装甲都装上。不行，这肩胛给的太紧了，非常不好砍上去。来，打磨棒上。打磨扩孔以后呢，肩胛已经可以很艰难的安上去了。在这里呢，我建议同好们一定要先扩孔再安装，不然几次安装不上去，连接肩胛的那个球形关节柱由于磨损，大概率会松松垮垮。但即便是这样，我装这2个肩胛也已经使出便秘的劲儿了。头部这次是给出了2个头雕，一个正常头雕，一个是独眼战损。这个独眼战损的头雕真是帅的一批，就作为长期展示头雕用吧。头雕的安装呢，并不是那么紧，力度和阻尼都比较正常，但是手部的安装，切记一定要把所有的造型手和可动手扩孔再扩孔，别问为什么。头部骷髅号战机的安装需要一个变形的收纳，相对比较简单，只需要将机翼收起来，然后把下颌骨向上翻，变成骷髅的下牙就可以了。然后就是跟所有的魔神一样，插入到头部即可。只是这次骷髅号并没有给磁吸的固定，只有一个固定的连接桩，因此呢会比较松垮，但倒是不会掉，这一点可以放心。全部安装好以后，跟大魔神凯撒是真像，但是真将这2部机体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现 SKL 比大魔神凯撒要高出一截子去，并且胸部明显大了一些。总体来看呢，新规程度应该是不少，只有小腿的装甲看起来是一样的，倒是没有辜负限定版的名头。胸部装甲的配件则是要将胸前的这个骷髅头摘下，然后安装到这个托架上，之后呢再将2柄窒息扳机分别装到两边即可。2柄窒息扳机的侧面呢是有磁吸固定的，但即便如此依然是比较松垮的，把玩的时候呢还是需要注意。我录像的时候呢就经常会掉落，而且每次掉落的时候都会让我想起我的夜叉王。本体的可动方面这次我就不展示了，咱们这次主要是来玩配件，毕竟买配件送本体嘛，对吧？如果想了解本体可动的话，可以去回看我们之前的大魔神凯撒那一期，本体的可动方面一毛一样。首先胸部窒息扳机的玩法肯定是还原了动画的，是可以双持的。我们只需要将枪柄下方的弹夹拆下来，然后卡入到持枪手型上即可。但说真的，卡入难度依然很大。而如果想还原动画中的那个帅气的亮相 pose， 则就需要这2个单独的延展配件了。将双手卸下，然后插入这个配件，再将手插入即可摆出专有 pose 了。只不过这个 pose 吧，拧吧还挺不好摆的。如果所有的手部没有扩孔的同好，这里一定要注意，就是在卸下手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别把本体手腕处的群横关节零件给拔下来，不然真的就悲催了。跟我一样，再安装回去是可以的，但是一定会出现松垮的现象。同样是这两柄窒息扳机还可以变成战斧，但相应的还是需要替换件来进行配合，将两把枪的弹匣卸下来，换上更大的斧刃配件，然后对准孔位，将两把枪安装到这个红色恶魔脸配件的后方，再将长柄插入，即可还原战斧的造型。只是我个人觉得战斧的斧头还不够大，要是能跟盖塔的战斧大小一般就好了，或者也可以单独出一个配件，对吧？而另一个标志性的近战武器呢，就是这一把比本体还高的牙斩刀了，可以通过金属连接件呢连接到背后，而背后的连接机关则是跟之前大魔神凯撒一样，同样的开启方法，也是同样的连接方式。牙斩刀的内部呢还隐藏了一柄蛇腹剑，只不过这柄蛇腹剑是无法像动画中那样弯曲的，想要弯曲也不是不行，那就要用到另外一个可以弯曲的蛇腹剑配件了。其实刚才关于战斧，我的思路就跟这柄蛇腹剑差不多，就是另给一个大斧头的战斧不就好了吗？同时，这柄可弯曲的蛇腹剑还可以安装到温格尔飞翼的后边，用来充当恶魔的尾巴。只需要将飞翼后部的这个地方下翻，露出里面的连接桩，再把飞翼握柄处的这个口对准这个连接桩插入即可。不过我印象中好像动画中没有这样的搭配方式吧？估计是厂家的原创。但也原创的确实合理。通过这柄蛇腹剑，咱们直接看看这个温格尔飞翼吧。飞翼的组合接口都是有针对性的，咱们也就不展示其组合了，直接看看搭载和可动就可以。搭载方面依然还是背部的那个接口，直接卡进去就好。这个带飞翼的完全体的尺寸就直接上升了一个等级，妥妥的贵霸了。同样，这也是我头疼的地方。这次这部机体我要放在哪儿，怎么放，到时候慢慢再捣鼓去吧。飞翼的可动方面设计也不错，根部这两边呢是可以拽出来一些的，通过拽出来的关节可以使飞翼做到向前半包裹的效果，而整个飞翼的后两段是可以向外旋转拉出的，可以让整体的飞翼从观感上变得更具有攻击性。再加上胸部火焰的特效件和灯效，简直帅的一批。但要说到帅气，我反倒是觉得这次披风的配件更胜一筹。披风和铁链的配件是需要我们自己来安装的，只是组装的感受非常不好，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太紧了。说白了就是公差做的有点大，而光是组装好整个披风就弄得我一身汗，这还没算铁链的安装。说明书呢画的不清不楚的，零件的反正面也看不明白，反正是连蒙带猜带安装测试，总算是把整个披风弄得没问题了，并且手也生疼。脖子的披风上的锁链还各种插不进去，插进去玩玩也就掉了，索性我现在就只是放在上面，不掉就 OK 了。而这也是我这部作品唯一想吐槽的点了。披风的搭载则是需要将领口的这个磁吸配件拿下，然后将披风配件对准磁吸位点放入即可。别看我说的轻松，其实真的想弄利索一点也不容易，各种对位置，主要也真是看不见，完全盲装。手腕处则是需要卸下原有的零件，替换上这对银手镯，再把牙斩刀背上，那个狂放的味道一下子就上来了。上一次有这么狂放感觉的还是黑盖塔呢。如果同好们舍得使劲装，其实是可以同时搭载温格尔飞翼和披风的，只不过就要看各位舍不舍得把披风挤变形了。反正我是舍不得，展示一下就赶紧卸下来得了。最后说说灯组方面，灯组这一次只是给了胸部一个发光位点，即便是胸部火焰特效键的发光所需要的那个灯组，也只是将原本的胸部发光的机构替换下来而已。眼部的发光则是通过脖子关节的导光材料实现的。虽然说这次发光位点不多，但是整体的灯光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两个头部的眼睛发光颜色还做出了3种颜色区分，我觉得是挺好的。总体来说，发光机构这次的效果，我个人是满意的。洋洋洒洒近3000字的稿子到此也就要结束了，一个字，非常好。虽然说我一直对 CCS 他们家的产品持褒奖态度，但确实上一次能给到我这样爱不释手感觉的作品还是黑盖塔。限定版也确实比普通版整体的水准和配件量要高出了半个档次。为什么说半个档次呢？
因为他们家其他的作品也都确实不错，大家也都有目共睹。这一次的魔神凯撒 SKL 在还原原作的基础上，还做到了量大管饱，可以说是非常不错了。如果对超级系感兴趣的同好们呢，我觉得无脑入就好了，而且价格这一次也没有上一座 EVA 炒得那么离谱，等价格趋于平稳了再入手，肯定是不会失望的。好了，这一期的教友记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如果同好们觉得我的内容做得还不错呢，麻烦点赞、收藏、加关注，一键3连，给我一个大大的鼓励和继续制作下去的动力。那么感谢收看本期的教友记集体评测，我是评测员 D，我们下期再见。